俄亥俄聚乙烯事件是躲不过去的灾，2001年以前就已经种下了祸根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昨天呢，有人让我说一说美国俄亥俄州这次火车出轨、氯乙烯泄露污染事件，说咱们这边呢，是不是有人炒作渤海大黑鱼是要给俄亥俄转移视线呢？想多了，咱们某些媒体说大黑鱼那个谣言只是为了骗钱。咱们一些网友也只是容易被骗，容易跟风。解放军什么时候搞训练，那不是美国控制的，不可能说我们自己还安排这件事儿去转移什么视线。要说转移视线这个事儿呢，我也查了一下美国几个主要的新闻媒体报道，2月3号出的事儿嘛，2月4号开始，美国各主流媒体上都提到这件事儿了。但是呢，俄亥俄州是有人抱怨说这几天媒体确实对氯乙烯事件报道了，但是关注度严重不够。这么多媒体啊，天天蹲着看打气球啊，不仅是美国打，加拿大也打，一天一个跟吃补药似的。最近一个消息呢，说是打了一个8角形的东西，然后还传闻说美国高官评论这个不像是源自地球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媒体翻译会翻译错了，毕竟他们上次也干出过爱国者电池这种神奇的翻译。如果美国真的是怀疑自己不小心打了外星人，估计啊已经派人来中国谈建立地球联合政府了。乌克兰那边呢也可以停战了，流浪气球环节结束，流浪地球计划提前开始。刘培强已经于2023年1月22日出生，衔接非常完美。其实我觉得美国两党还有各自的媒体是算得很精，气球事件是政治事件，体现美国的国防啊，涉及中美两大国外交的博弈啊，所以打中国气球多体现他们捍卫美国领空啊，这是政绩。而俄亥俄州这么一火车里边5个车厢的氯乙烯泄露，就是一个重大安全事故，不是两党争夺政治热点，那就让州政府自己去打理。而且美国其他州的人呢，也觉得这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太关注，所以媒体也不觉得这个新闻有什么商业价值。关于事件的后续影响呢，我也看到有人说啊，这个美国这次出了这个事情影响很大，相当于一个新的切尔诺贝利。也有人不同意，说国内出过氯乙烯泄露事件啊，2018年10月28日，河北出过事儿啊，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就没那么夸张嘛。但是要注意，我们的安全管理规定是规定了哪个厂子用氯乙烯，自己厂内生产自己消耗，轻易不会用液态方式运输。所以河北那次的泄露量也只是2000立方米，而且是气体。而这回俄亥俄火车出轨泄露出来的是10万加仑的液态氯乙烯。如果转化成气体的话，那就是12.2万立方米，是河北那次的61倍，所以还真不能用河北那次比影响力啊。现在美国有些媒体确实也很悲观地说，可能要长期影响美国整个东部的环境，但是到底要影响多久，影响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可以等着看。中国气象局的大气1号卫星正好可以用它的激光束，还有各种多光谱分析设备，做一下北美大陆上空的物质含量分析，还有扩散速度预警。这个听中国气象局就行了，我们自己网友之间吵来吵去没意义。不过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我就想起了以前看过一部电影，是丹泽尔·华盛顿演的，改编自真实事件，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发生在俄亥俄州，也是说火车运载危险化学品，操作人员失误导致火车在加速状态下无人驾驶自己跑了，而且途经的城区呢有一个弯道，如果高速通过这个弯道就面临脱轨危险。所以在进入城市之前，铁路方面找了好几种方法去拦截失控火车，比如派一个车头在前面挡住，然后刹车减速，结果前面那个车头啊就直接被顶翻出轨了，还派直升机挂着志愿者打算空降到车头上，结果把这个志愿者摔得失去知觉。另外呢，还考虑用脱轨器，想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让火车先脱轨，结果所有脱轨器都被重载火车直接压断，那火车都不带哆嗦一下的。另外呢，还让这个国民警卫队排成一列，对这个80公里时速的车身上一个紧急停车按钮一起开火射击。80公里车速的车身呢，谁也打不着。最后是2位主人公开着火车头从后方靠近，然后用自己车头的刹车拽着火车减速到了18公里的速度，他们才从车尾一路爬到车头，这才是刹住了车。其中丹泽尔·华盛顿演的那个角色还是面临裁员的，真要是把他给裁了，那列火车可就真的要在市区弯道上翻车脱轨，形成一次环境灾难。今年这次呢，可就真没有2021年运气好啊！正所谓是祸躲不过，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。而且我觉得美国这些事情的病根，也就是从那个2001年开始的，倒不是因为2001那个火车事件啊，
那一年是美国遭遇了911，随后美国在阿富汗还有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一直打到去年，多少万亿美元就扔进去了。那么基建还能剩多少钱？2021年，美国运输部收到了超过100亿美元的项目申请，但是美国政府能给项目提供的资金大概也只有10亿美元。另外，美国各个行业都有人力资源紧缺的问题，军工厂缺人，所以现在标枪毒刺导弹产量上不来；造船厂也缺人，所以造船速度跟不上中国。去年铁路工人说工作压力太大，需要增加15天的带薪休假，要搞一次大罢工。拜登还得赶紧出去劝说工会要冷静。而这次出事儿的初步调查结果是什么？是一个车厢的车轴出现了机械问题，导致了出轨。另外，火车上没有电子控制的气动刹车装置，所以就没法很好控制车速。而2017年，也就是出事儿这个火车所在的铁路运输公司，通过游说说服政府废除了必须使用这种气动刹车装置的规定。能够推翻一条法律规定，这里边没准就有猫腻。出事之后呢，美国铁路行业进行了讨论，认为美国货运铁路缺乏现代制动安全规则和精确的调度能力。但是每列火车的长度和重量都在增加，各个公司还不愿意在运行生产安全方面投资，所以从资金到设备到人员可能都有问题。那么从安全管理角度来看，当然全都是隐患。美国铁路现在的出轨数量是多少呢？平均每天3.14次。所以美国也是好好看看中国吧。1月份，中国航天科工相关负责人员已经透露，高速飞行列车项目将要按照每小时最大运行速度1000公里的标准进行落地了。第2阶段要实现每小时2000公里，第3阶段要实现每小时4000公里。2017年公布的这个计划，现在正在逐步实施。所以以后买房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房子距离北京市中心15分钟车程，那是多少距离？你要好好算一算。